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7月7日。嗱，咁我哋成日講啦，歷史係一個小姑娘，任意被當權者打扮嘅。好多時候咧，當權者咧就利用政治嘅需要啦，去扭曲一啲學術嘅研究。嗱，譬如話最近咧，我哋都談過幾次呢個三星堆噶啦。三星堆咧早期係出到人骨嘅，咁但係咧由於咧被水浸咗好多年。咁所以咧就提取唔到 DNA， 又冇攞個人骨咧去外國嘅其他大學咧揾人協助去研究。咁到底三星堆嘅人種喺邊度嚟咧？呢個係個謎嚟嘅。咁但係三星堆嘅象牙我哋就知啦，係東南亞象嚟嘅，亦都有印度象嘅成分喺裏邊嘅。雖然咧佢呢個青銅嘅技術啊，似乎咧就揾到唔少咧喺長江中下游嘅。咁即係佢同長江嘅文明可能都會有交往啦，同長江嘅文化都有交往。咁但係咧，佢始終係咪有好多係外來嘅咧？呢樣嘢咧係揮之不去喎，呢種咁嘅講法。咁但係問題喺咁多謎團未解嘅時候咧，大陸個官方論述咧已經講到三星堆係古蜀國啦，甚至乎社科院、北京大學都話佢係古蜀國嚟，呢個好明顯咧係唔合乎事實嘅。雖然咧古蜀國喺中國歷史書經常有講，李白咧蜀道難啊首詩都有講啦，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蟲及魚凫開國何茫然啊！就有講到古蜀國，咁但係三星堆是否等同古蜀國呢？呢樣嘢咧係未能夠解決嘅喎。正如我又提過好幾次啦，關於呢個嘅夏商周斷代工程啊，商朝同周朝確實我哋知道有啦，但係問題係夏朝咧，我哋係冇辦法證實啦。而家所出到嘅二里頭或者係龍山文化、仰韶文化，喂，呢啲係同夏朝係等同嘅關係嚟嘅，而到底夏朝是否有確實存在呢？係冇辦法得知。但係問題而家官方嘅論述咧已經講到有夏都啦，有夏朝嘅農民啦，有夏朝嘅玉璽咯，夏璽咯，咁又講到言之鑿鑿嘅咯。到底嗰啲嘅出土嘅文化嘅遺跡是否等同夏朝呢？呢個係無從判斷噶嘛。但係政治需要呢，就要壯大中國民族嘅自信，就話佢係夏朝嚟噶啦。你質疑夏商周斷代工程呢，就係政治不正確咯。咁呢個咪典型嘅就係用政治去指導學術咯。習近平講啦，話要發展中國特色嘅考古學，甚至乎呢，喺演講裏邊咧，習近平嘅演講咧，重新提到中華文明本土起源說，提到我哋有呢個嘅北京周口店人啦，有呢個嘅藍田人啦、山頂洞人啦，但係我哋從基因就知道咧，呢啲頭先所講嘅人種咧，同我哋嘅祖先係並冇任何嘅血緣關係嘅，佢哋一早已經絕咗種、滅絕咗噶啦，啲北京人我哋係非洲智人嘅後代中間咧就混雜咗尼安德特人啦，混雜咗呢個丹尼索亞人，但係似乎喺我哋嘅基因裏邊揾唔到同呢個嘅周口店人山頂洞人藍田人有好大嘅關聯，冇辦法證實到呢樣嘢。咁呢啲都係好典型嘅政治指導學術嘅結果。咁今日講呢個題目咧，更加係政治指導學術好嚴重啦，因為咧涉及到咧兩岸政治。大家知道咧，1949年嘅時候咧，台灣咧突然間咧就多咗好多外省人嚟。外省人咧咩省都有噶，有蒙古有呢個嘅西藏都有噶。但係咧好大部分嘅就係中原人或者中國嘅北方人，亦都有兩廣唔少嘅。譬如話明居正咁就係廣東人啦，馬英九喺香港就係呢啲人咧就去咗台灣度生活。咁但係咧問題，台灣人咧大部分咧其實就係明清移民過嚟嘅閩南人或者係客家人咁呢個就係佢哋嘅主體，就係鄭成功嘅時期嚟咗一批啦。然後咧就係呢個嘅康熙佔領咗台灣之後，有大量嘅移民啦就係主要嚟自福建嘅。咁台灣另外一啲咧就係佢哋喺山上面住嗰啲叫做所謂山番下邊嗰啲咧就係蜀番。山番蜀番咧，佢哋嘅祖先咧好多都係南島語系嘅。咩叫南島語系咧？即係菲律賓或者太平洋諸島嗰啲或者澳洲佢哋嘅原住民咧嗰啲嘅近親嚟嘅。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台灣人嘅基因結構形成。咁但係問題，馬英九去到中國大陸拜祖嘅時候咧，祭祖，佢就話大家都係炎黃子孫啦。炎黃子孫如何定義咧？炎黃子孫長期被視之為係中原人、北方人或者漢人嘅代名詞。當然薛丹人都話自己係炎黃子孫嘅後代，匈奴人都話自己係皇帝嘅後代嚟嘅。呢個就係所謂嘅偽託。但係中原人長期認為佢哋自己先係炎黃子孫，佢哋係中國甚至乎楚國嘅地理位置嗰啲叫荊楚之蠻荊蠻人都唔係中原人嚟嘅。喺中國歷史上個地理位置，佢哋所謂嘅即係江西
湖南、湖北啊嗰啲都叫做盲人嚟嘅，就唔係炎黃子孫嚟嘅，佢哋係炎黃子孫打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呢個一般嘅定義就係炎黃子孫等於漢人。咁但係去到而家咧，北京政府咧就將所有嘅56個民族都係叫炎黃子孫啦，西藏人啦。呢個阿爾泰民族嘅人啦，亞利安人啦，都係炎黃子孫。總之你喺中國生活嘅炎黃子孫，呢個好明顯就係利用政治嘅需要咧，去重新將一啲學術嘅定義咧係改咗。咁所以陸委會咧就因應馬英九祭祖，佢就話咧炎黃子孫只係傳說嚟嘅。喂，國台辦就鬧民進黨啦，數典忘宗，不肖子孫你哋。咁咧但係問題嚟啦，呢個嘅國台辦發言人就話：喂，兩岸有共同嘅血脈、共同嘅文化、共同嘅歷史。同係中華民族炎黃子孫都係中國人嗱，佢而家定義咗炎黃子孫都係中國，係鐵一般嘅事實，不容否認，不容褻瀆。咁啊，然後民進黨就話唔係，呢個係傳說咧，係喺你哋嗰啲教科書裏邊都有講炎黃子孫係傳說嚟喎。事實上，炎黃子孫炎帝、黃帝嗰啲史記裏邊有記載啦，但係嗰啲都係傳說嚟喎，唔係信史嚟喎。咁但係呢個唔緊要啦，而家咧除咗歷史學之外咧，有分子人類學可以解構咗呢個問題。分子人類學嘅出現咧，其實就係可以釐清咗台灣人到底係咩人。咁啊，台灣咧而家有客家人啦，有潮州人啦，有廣東人啦，有北方人、外省人，但係佢嘅主體咧都係嚟自福建嘅閩南人。所以咧，閩南語去咗台灣之後咧，就演化咗今天嘅台語。台語基本上係閩南語嚟噶，只不過係台灣本土化啫。咁所以你無論客家人啊、廣東人、潮州人啊，你喺台灣咧都講台語嘅，呢一點應該冇爭議啊。甚至乎一啲嘅少數民族，所謂嘅山地人都係講台語噶咯。今天呢個冇爭議嘅。咁啊，客家人咧嘅基因咧，我之前已經解釋過啦。咁我今日咧重點係講咩咧？重點係講呢個嘅閩南人嘅基因。咁咧，閩南人嘅基因喺台灣咧，由一個叫馬利嘅人啊，林馬利呢個醫生係研究分子人類學嘅，就開始咧研究出嚟嘅。咁咧佢就發現咧喺1983年咧喺華人咧第一次發現到有呢個嘅 B3 血型啊 ，ABO 血型裏邊嘅亞血型 B3 血型喺台灣咧好常見喎，發現咗呢種血型喺歐洲咧就好少見啦。咁咧然後咧就喺呢個嘅85年裏邊咧有一對 O 型嘅父母生咗個 B 型嘅血嘅仔出嚟。當時個老豆咧就認為個老婆勾佬啦，或者係執錯咗人哋嘅仔俾佢，因為兩個 O 型佢認為唔會生咗 B 型啊嘛。咁當然我哋而家就知道唔關事嘅，好多時候咧有隱性血型嘅，咁有隱性血型嘅時期咧就會生到唔同嘅血型出嚟啊。咁咧就慢慢發現咧，原來佢呢個嘅 B 型咧就唔係純粹 B 型嚟嘅，係 H 基因下嘅一個好似睇起嚟個 O 型，但係其實咧佢就係個 B 型嚟嘅。咁呢一種咧叫做亞曼買血型啊。咁啊，另外咧喺86年咧又發現到一種咧叫做米田堡血型喎。呢一啲咧喺台灣咧好常見嘅血型啦，發覺。咁但係咧喺其他國家咧就好少喎。喺中國嘅北方咧係發覺0% 咧係有呢一啲嘅血型喎。當時嘅發現啊，80年代。咁而家嗰個 database 大咗就應該多啲嘅。泰國人裏邊有9.6喎，中國北方咧有呢一種叫做米田堡血型嘅人咧係0%，然後啦經過呢40年嘅研究咧，我哋就知道咧嗰種嘅人類出走啊，到底係點嚟嘅？嗱，首先咧喺非洲黑人啦，喺非洲嘅草原裏邊呢個非洲東部草原，咁咧當時咧人類幾十萬年前現代嘅智人嘅祖先就喺嗰度開始出走，咁啊然後慢慢去到非洲嘅北部啦，然後就去到歐洲，喺歐洲大陸咧就同呢個嘅尼安德特人咧有長期嘅競爭嘅情況底下咧，尼安德特人係絕種咗，但係尼安德特人嘅基因咧，今天咧仍然咧有幾個 percent 嘅人，歐洲人咧係有尼安德特人嘅基因，咁所以咧就證明咗喺現代智人同尼安德特人嘅競爭底下咧，其實我哋係消化咗佢哋嘅基因嘅。咁然後咧就去到呢個中東近東形成咗近東文明啦。後來咧就分裂咗，首先咧係歐洲分裂咗法國人同埋意大利人啦，然後再分裂咗呢個嘅印度人出嚟，然後再分裂咗咧蒙古人。蒙古人咧就係我成日講嘅西伯利亞人啦。西伯利亞人咧就係整個東亞文明嘅祖先。咁啊西伯利亞人嘅文明嘅祖先咧就分裂咗幾種啊，滿洲人啦、北方嘅漢人啦、琉球人、日本人同埋南漢人。咁有部分西伯利亞人嘅後代咧就去咗呢個嘅南方，咁啊成為咗呢個福建人啊、閩南人嘅祖先。咁啊閩南人就變成咗台灣人嘅祖先啦。
咁所以咧第一支咧就係嚟自呢個嘅非洲出走之後變成嘅蒙古族人，再變成咗台灣人啦。呢一個咧就係目前我哋所知嘅研究。另外一支咧就係蒙古人咧，去到西伯利亞嘅時期又分裂咗，有一啲咧就去到即係太平洋啦，經太平洋一帶就第二支，然後咧就喺呢個嘅印度洋南部開始咧就遣散咗即係去唔同嘅群島裏邊，包括東南亞有一族咧就去咗呢個嘅日本外勞人啦。日本外勞人咧係100%咧係屬於中式人種嚟嘅喎，其實咁呢一支咧就係中式人種新幾內亞嘅高地人、澳洲嘅原住民，以及台灣嘅一啲嘅少數民族所謂山地族嘅啲人呢個嘅亞美族卑南族呢啲嘅魯凱族呢啲咧基本上咧就係所謂太平洋群島。而家台灣人咧就係呢兩支。咁經過呢幾十年嘅研究咧，我哋又知多咗一啲嘅結論啦。你發覺咧，台灣人同埋中國嘅北方人咧，嗰個嘅基因構成咧係非常之唔同嘅。咁加上父系同母系亦都唔同啦。咁咧佢而家2023年嘅研究，台灣人嘅祖先咧來台前1/3係居住東北亞嘅，即係喺北方漢人嘅一支係得1/3啫。2/3係居住喺東亞或者東南亞，就係嚟自閩南或者係菲律賓一帶。咁所以你話台灣人係咪炎黃子孫呢？如果炎黃子孫嘅定義係中國史記以嚟去到唐宋以嚟嘅定義就係中原漢人、北方漢人。咁咧台灣人咧只得1/3係屬於炎黃子孫嘅啫，2/3咧係屬於呢個嘅閩南人同埋呢個嘅太平洋群島嘅人嚟嘅。呢個就係佢嘅研究。不過呢個研究咧係林雅嚟嘅研究咧，就比較即係籠統一啲。咁我哋咧仲有一新嘅研究，大量用英文嘅研究。你發覺用中文咧，你揾到好少英文研究咧就有大量啦，就講呢個東南亞，其實好多都係中國嘅學者嚟嘅。但係咪國內嘅環境唔係好方便講咧？咁我哋就翻譯咗去做呢個嘅中文啦。咁你又發現咗咧，我哋之前講嘅廣府人啦，廣府人咧秦朝話嚟到呢個征八月即係得10% 啫。我哋50% 嘅父系咧係嚟自宋朝嘅。所謂嘅兩宋經濟南移嘅時期發展嚟，但係母系咧就八越人即係呢個嘅南蠻越南今天嘅共同嘅祖先咧就係八越人啊嘛。80% 嘅母系咧係嚟自我哋本地嘅，20% 嘅母系係嚟自漢人嘅。咁即係加起上嚟咧，其實廣東人有超過7-8成嘅血統咧，父系母系加埋其實就係八越人嚟噶。北方人咧其實佔好少嘅啫。所以嚴格嚟講咧，廣府人係咪都係炎黃子孫咧？呢樣嘢咧係可以存疑嘅。咁今日嘅重點咧就講閩南人。你發覺闽南人嘅父系祖先咧得40%咧係嚟自陳元光系嘅漢族。陳元光係咩咧？所謂嘅開張聖王陳元光就係唐代時期咧嚟到征八越嘅一個人物征服八越嘅。咁佢係40%即係唐朝嘅中原人係佔40%，我哋閩南人嘅父系。咁然後其他漢族咧係10%，即係有啲係宋朝嚟有啲係明清嚟有啲係再早期嚟。咁原來閩南人嘅父系咧有50%咧係嚟自北方漢族嘅。咁所以你從咁嘅角度用父系角度咧，有一半閩南人都係炎黃子孫。咁但係咧同時間咧越人喂佢嘅40% 嘅 O1 咧。係有呢個嘅八越嘅。咁中式人種亦都佔10%，有太平洋島嗰啲人種嘅。好啦，母系咯，除咗父系之後仲講母系咧有60%咧係嚟自八越人嘅，20% 嚟自中式人種太平洋島嘅，20% 係嚟自北方漢人。咁即係話呢個嘅閩南人咧，大部分其實一半以上都唔係北方漢人嘅血統，母系更多啦，母系基本上得20% 啫，係北方漢人嘅血統嘅，父系得50%。咁所以你可以得出嘅結論啦，閩南人咧其實就係八越人為本位，然後再加一啲嘅太平洋島嘅血統，再加一啲嘅北方漢人嘅血統。所以你話佢哋係咪炎黃子孫咧？如果好嚴格嘅定義嚟講，可以話唔係大部分都唔係。咁但係當然你話混雜咗少少都可以話係。咁所以你睇下點樣定義炎黃子孫。台灣人咧就將個定義收到好窄，唔係北方漢人就唔係炎黃子孫啦。
大陸人咧就將個定義整到好闊，總之你有少少關聯咧，都係炎黃子孫。又或者咧文化上啊，我哋唔講血統啦，文化上你都係講漢語嘅，寫中文嘅，你就係炎黃子孫噶啦。所以今天維吾爾人都係炎黃子孫嘅。呢個就係根據你嘅政治需要，隨意去篡改或者係扭曲佢嗰個學術定義啊嘛。咁你問我咩叫炎黃子孫？唔同時代有唔同嘅定義咯，係咪啊？去到今天炎黃子孫。如果佢係一個傳說嘅，咁呢個只係一個建構出嚟嘅圖像嚟嘅咧，又唔需要太過重視嘅嚇。咁以前以為係歷史嘅時代，司馬遷認為炎黃子孫，咁就係中原人啦，所謂中國中原華夏民族係咪啊？去到梁啟超嘅時代，佢哋建構出嚟嘅炎黃子孫係一種咧圖像去對抗呢個白人洋人。產生出嚟嘅歷史圖像嚟嘅。如果去到今天咧，好學術地研究，你問我咩叫炎黃子孫？我認為炎黃子孫咧，只不過一個傳說嚟嘅啫，不足為信嚇，亦都唔需要太過深究。咁但係從基因嘅角度嚟睇咧，福建人、閩南人以及台灣人的而且確同北方嘅漢人咧係有好大嘅分別。所以你話佢係百越人係可以嘅，你話佢係閩南人係可以嘅，但係你話佢係炎黃子孫咧？或者你話呢個嘅台灣人係漢人啦，呢樣嘢咧係成疑嘅嚇。佢有部分係漢人啦，佢血統父係有50%啦，但係母係得20%啊。咁你話佢係咪漢人咧？呢樣嘢係一個 question mark 或者係一個開山引號喺裏邊，咁樣解咧就會合理好多啦。好嘛，咁今日就破除咗呢個嘅障，雙方都係利用咗政治需要去彈性作出佢對呢個嘅閩南人、漢人同埋炎黃子孫嘅定義。好 OK， 咁希望大家喜歡啦。收費平台 Patreon 咧有參考資料，有文字摘要嚇。咁今日就參考咗大量嘅2020年至2023年嘅論文，去同大家分析嘅。OK，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啊，知識有價。中國近代史嘅課堂咧，上個星期已經上載咗蔣介石時代嘅一個南京政府嘅建國嘅時期面對住嘅困局。下一次咧就會講到去呢個嘅國共嘅衝突以及呢個抗日戰爭前嘅呢個準備，好嘛？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VIP 會員咧，15蚊美元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嘅。未 upgrade 嘅朋友咧，希望你可以 upgrade 一下。未 join 嘅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拜拜。